阴雨绵绵的江南水乡。哎，老板，哎，你好，老板，你好，进来看。黄里吧？黄不了，黄不了，这个我不懂。这个您看价多少钱？300。划价一下。我们这种都比较实实在在。对，你信不信？有的一家店一件老货都没。这个不错，但这个年龄浅。对，那个都解放出了。底上有炸起来。我们的多赢赚赢，是吧？大家会是这样。老板，给您开个刀。咱走。再见啊，老板。好。进去面就300块钱，就是买一个老柴木的都值了。但是这个店上面没有任何的往前的老红木，咱们鲁迅说的红木就是个大红酸枝啊，非常漂亮啊，仅次于就是说黄花梨哈，就是红木里边最好的，咱说的就是大，非常非常漂亮。这种的都是晚清民国那个时候，到了解放后，一般这边会打个名牌，没有名牌，不用说这个，就看这个包括这个上边这个活，标准的大红酸枝，你看看，历经100年，依然就是说稳固如初，非常非常的。现在的所谓的很多的红木都是非洲的一些，非洲这个产那个产都已经不行了，这是真正的大红酸枝，而且这个时期的超级非常非常级别相当的高。咱再仔细看一下这花纹，这个木头的纹理啊，太漂亮了。你这种触感，这种包浆，其实有的时候你单纯看这一块的话都有黄花梨的那种感觉啊。其实木材是很难鉴别的，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能鉴定木材，哪里呢？美国一个物研究所，你得把这个植物的根、茎、叶、皮、干全部提供给他，他分析出来告诉你这是什么木。那我们在传统的鉴定当中，就靠眼觉和经验，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很多人说了，这个我都提供这么多东西了，我还用你去检测吗？其实就这个道理。那我们怎么去检测呢？通过平常的经验啊，红木怎么去检测呢？我跟大体讲一下，红木的这个花纹啊，上边的牛毛纹这种感觉是呈断裂状的就是一点一点一点，而黄花梨的呢基本上会连成线。再一个红木的有的黄花梨也会呈现红木这种色因为是包浆的原因比如说黄花梨的话，它会这个上边这个条会成长条状。那紫檀呢颜色又不一样了，紫檀的牛毛纹是非常的绵密那种感觉而且上边有一种玻璃光所以说这个有些时候木材是很难鉴别，需要很强的经验去那这一个就标准的捡漏了你说300块钱现在能干什么？够功夫钱。那时候这都是手工作是不是？别让老板都必须这么干，啥都得。我看见。这2个。一共我慢慢找，一个这个。
没有这一个，这个就这一坨。还有一个，我说就这一个坨。这一个坨就是那种。底儿没照。底儿是这个我有。你先看那写的罐吧。我给你拨了拨。应该是我知道。这家看那个是。那你这藏品可真不少啊。我瞅瞅。假的吧？不大行。不大行啊？那应该是。我没法说，反正我玩不了。这个有别的，到时候我再给你看一下。再看那个什么，看这口啊，口这个位置啊，你记住一点，我估计别人都不会告诉你，但凡这么脏的，你就引起怀疑了，咱不能说一定是假哈。再一个，你看这跳刀痕，是不是？对。这个底你这么一看，还真是有一眼啊，但还是不大行。咱不是说不什么，你这有我能不要吗？现在这么缺，你古玩城里逛一圈有吗？谁家没有这么一个？这个应该是。这个没有底，我没法说。有底吗？哪有底？这不抠啊？你这早年间收藏的呀？这是原来他买的。这我偷拍不了。都假的吧？不能这么说，就是我拍不了了。你再看看啊。好。有时候没法说啊，人家有好多这个粉丝啊，或者藏友啊，说，哎呀，小哥，我有什么，我怎么给你看啊？就说这图片有的是很什么的，咱能看得了，有一些就是你不上手你都看不出来的东西啊，或者说啊，你觉着很怎么样？收件东西不像想象中这么容易啊，不是说满大街啊谁家都有啊，都没法整。好多啊，每天有无数的人让我看，咱这个东西就自己玩啊。你说都让我做鉴定，我确实没有时间啊，也不做鉴定，做好自己这东西怎么做鉴定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只是能玩与不能玩的事，是这个道理。哎呦，这个东西，看这个，哎呦，咬着啊，咬着你，把咬着，哎呦，这很好的，你看3次。我这。哎呦，吓我一跳啊！我不来。哦，你害怕它？这个2斤多，3斤多是1斤多斤。点好了是吧？实际上这茶馆吧，他们没少来了。没少来，他们忽悠我，他们是心理。实际上我给你来一看见你这些事呢，你给我的钱不少，说怎么事的？我来让两圈吧哈。这什么哈？你什么？你给我试的？他没我没给他。我说，这该多少钱多少钱，他值这个钱啊！我一来我就看中了。你给我试的什么？往上那个缸里给你捞个好玩的。缸里还有宝贝啊？有，说给你好玩的，是吧？你来过没少，他们不给那钱。他们来给你多少钱啊？哎呀，他们给我聊点，不给你给的多，我别说给你了。谁不来？是吧？你都看出来了哈。他们来了忽悠我。你什么给我试，我给你捞个好玩的。这茶叶不孬，你好好尝尝吧。我知道你爱喝茶。咱还是最后例行公事讲一下。这是中国最传统的寓意了，叫缠枝莲纹。缠枝莲啊是什么意思呢？代表莲花嘛，和和美美。然后，这个福寿延绵不断之意。在官窑上啊，民窑上，特别是官窑上，都是这种制式，必须是8的码。看吗？乾隆年制啊，4字青花款。有很多人有的时候可能下来都不敢相信，一件好的艺术品可能在历朝历代啊，
都把它当个玩意儿，所以保存的都特别好。比如说我们经常见什么苏富比啊、佳士得呀，还有些顶级的东西啊，都是感觉特别新啊。我说了一件东西的新老啊，千万不要看它干净程度与当旧程度，因为一件老的东西它无论怎么干净也是老的，一件新的东西你就扔到茅坑里扔它半年拿出来，它还是新的。我一看这个材质，包括上边这个包工，就是沙开门，这就那个石斛里喝茶的，上边这个牛毛纹啊，都非常非常的自然。所以说呢，立马就拿下来。就是前年的时候我来过这个大书店，他这个村里有好多好东西我转了一圈收获也是不少后期的时候我跟大家慢慢的去分享。这简直就是太美了。咱们说青花瓷美到什么程度呢你明明知道它是单色的，但你看起来它这种层次分明的感觉，就给人好像是彩色一样的感觉。这就说的莫分五色，莫分七色就这么漂亮，我一眼就看出来，爱不释手。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给我点赞。小那会儿上乡来转悠转悠都不想走了，那种那种乡土的气息然后那种淳朴的感觉，真的就不想走了。好好。我这是在俺娘家吧，俺娘给我的，俺老人家带来的那个，这是祖传，祖传给了我呢，我也没什么，我不老了，我专门的想换两钱儿，给我头2天那个，给我3千块钱了，我没买，我看都看的是好么，反正是老的，是。俺娘在俺老人家带来的，这是给了我带来的，你看。真是。真是，我没什么，你看看，小平安扣。好着呢，你看那我一直保留着，你看给我多少钱呢？我能给3500。3500不行，你别管弄的，你得带我账呢。赔钱了我是不给你，这些年去了，这也写什么了，我一直保留着这，你很便宜了，我是不给你。真的，我整天下来收，你说3000你没卖我估计他也就给你1000。那是为啥？我给3500还不行吗？最少你得4000块钱，4000块钱，你要成交我就给你，不成交我还得一直保留着。少1分我都不能叫你拿走，我这个人我这些年是，我这可不是什么了，这是俺娘。留给我的。你看真的，你都说了这3000没卖，你看我给多加500还不行吗？我回去加不了多少钱。那行，那现在要不你就再留一下，你再留一下。我就说，你看你什么，他们说的上那是好吧，你看我都在这见你。是吧？对。现在有时候挺什么，你不是希望4000吗？我给出3500，这样不是说不给你出那些钱，这样我单独给你，这样咱一中团不就行了吗？行吗？行，哎呀，真道理。这样的话你心里也舒服是吧？越少越少，你我就多给你200，你说4000了，我就没有利润。你说我下来跑一圈，我图啥？这么热的天那这我就拿去了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说，您买了到时候家里没事是吧？没事，这是俺娘嘛，给的我。我这是我的，我一直喝的，你看我保存的这是老喝的，今年喝来喝去的，我给他喝的。是。人老了爱吃嘛，让换2钱好。那俺走了。好嘞，谢谢了赶紧我家来喝水行，好嘞。挺难得，老坑的翡翠上边是一个石榴代表什么？多子多福，这是那个时候古人的一个美好的寓意，富贵持家，多子多福，非常漂亮的一个老坑的翡翠，很难得。其实在乡下翡翠并不多，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慈禧喜欢嘛，晚清的时候宫廷比较多，那么老百姓可能
啊，有极少的机会或者有钱的啊才能拥有啊翡翠。它的雕工的话，比一般的玉啊还要难，因为它的硬度啊比咱们平常的和田玉啊还要高。关键这还有一个，这个也不错，你看这翠多漂亮。这是一个小啊，咱平常叫平安口，代表平平安安的这意思。在古代的话，《雅释器》里就说了，肉备好谓之璧，好备肉谓之圆，肉好若一谓之环。那么我们平常的就叫玉环了啊，最传统的说法呢，平安扣，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你看这小穗啊，这种能传下来啊，很不简单，一辈一辈的能传下来，这就是文化的传承，真的这就是文化的传承。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这么简单。耶，咱们走，接着逛。刚才啊，突然心酸了一下。当我问大姨你卖这个东西，家里没有人反对的时候，大姨说这个东西是我的，俺娘给我的。我突然就心酸了。俗话说女儿大了不中留，如果我有一个女儿啊，我一定给她一件像样的嫁妆彩礼，让她到时候不至于为难。俗话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虽说人人平等，但可怜天下父母心，自古就有之。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途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友。您从哪边过来的？不远，张老师，我就是在济南的。老乡，我觉着我听着也不远。张老师，我觉着我这个炉子就是真的。你怎么觉得就是真的？我爷爷那个时候就有。也许你爷爷那时候从大街上买的呢。那倒不可能，大圈就有，绝对是真的。那个时候祖上据说是个金石。咱鉴定一件东西啊，不听故事，只看东西啊。我不管，就是说您爷爷那时候或者您祖上是干什么的，就是您得找我鉴定啊。就说万一是假的，您心里能接受？你放心，能接受。我说万一是假的呢？不可能，绝对是真的。那您知道绝对是真的呢，你还来找我鉴定干啥？是这样的，我朋友想要，他是你粉丝，说是您看过以后再要。我这正好也录着视频吧，拿回去让他看看。张老师，这个炉子一定是真的，在我家已经很多年了。咱不听那个哈，我基本上大体也看明白了哈。那我给您一个结果啊，如果是万一是假的啊，或者是任何结果，心里啊不舒服或者接受不了，我宁愿就说咱不去做这个鉴定，能接受吗？能接受。经我鉴定，恭喜，真的。有点吓死了。有时候我们鉴定一件东西很什么，其实啊，您来了啊，如果是假的，我可能就不说了。我说这东西挺好，你留着吧。你说你好好留着这东西什么吧，他可能真当好东西了，我还不能不说。所以说这个点很矛盾，你知道吗？张老师，你看一下，是那个明代宣德。宣德炉啊，从宣德创烧以来，那时候是暹罗国进贡的封魔铜，就这么那几千个，所以呢，它成为名品了。后世一直有仿制，这个到不了宣德啊。如果这个真是宣德的，价值几百万、上千万。这个炉子是什么时候？清代大约雍正时期。你怎么知道是雍正呢？这个其实马未都马老曾经讲过啊，我跟你大体也讲过，说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就说我们对于没有载于史册的、没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只是一个大体的估计。那怎么去估计呢？包浆、皮壳、形制、形状、线条、铜质、铸造工艺、款式、磨损的痕迹，缺一不可。那么综合来看呢，这差不多就是一个雍正左右的。为什么说啊确定的这么细致呢？这里边是有个说法的。一般清早期的炉子呢，重心你看嘛，重心都比较靠下，而且呢，这个在故宫里有一个同款，这个重耳炉几乎跟它一模一样，包浆还没有它好啊。一些范刻大清雍正年制，因为那个时候有写本朝款的，有写宣德的款的。第一呢，形状符合雍正时期的形状；第二呢，手头相对轻薄精炼，是因为雍正时候那时候禁铜。在《清史录》里有记载，雍正4年，雍正下了一道圣旨的禁铜令，说什么呢？说啊，黄铜器皿除3品以上官员准用，民间乐器、天平、砝码等子及5斤以下原镜不禁外。
其余各文武官员军民所有黄铜器皿，3年以内悉交官领价，收藏私造者，按例治罪。那么雍正那个时候呢，极度的缺铜，你想想那时候有多珍贵吧？所以说这个东西级别啊非常非常高啊，真不错哈。你看，经过就是几百年来，这个都成咱说的这种例子壳。所谓啊，玉毫金缕之色，说的就是这手分了，太手分了。我们鉴定一个炉子的真假，第一就是这个包浆，这种包浆就很难做出来。它并不是均匀一致的，它是有过渡的。再一个，咱说这个铜质很熟分。再一个，你看这个底下这个磨粉非常非常自然，款式啊铿锵有力，这就是特别符合雍正时期那种风格。雍正那个时候审美很高哈，精致干练厚重。你再一个哈，你看这旁内哈，咱说的它的包浆和锈蚀特别的干爽，所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炉子。你卖给你那个朋友多少钱？这个挺漂亮，挺漂亮，真的挺漂亮。我也很喜欢这个炉子，说实话，我不夺人所好了。如果说他要是说，老师你讲的太专业了，以前也有讲过的，你有听过广东几岁专家就是专家，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很讲啊，你都说一个。行，不错的炉子，您再包好。大名鼎鼎的山东德州大运河完成。其实摆摊啊真不容易。所谓夏练3伏，冬练3九啊。今天特别特别的热。热了，我实在受不了。哎呦，毛病不小啊。是。你看这乾隆这盘子那时候做的这个戏法。都有点特别。想找个全乎的这还不容易。这俩全乎，这俩都是全乎的，但是价也高。这个要多少钱呢1.5万。这价是高，不过是真好。对呀，还有那个大盘子，那个多漂亮。喜欢咱就商量，看看能给出多少钱。商量不了，太高了。说一句吧。1800。哪个？小的。1800有点太那啥，不靠谱了。你说。我说3500。3500我能少挣点。啊？你遇到不容易，我跟你说句大家话，兄弟，我这遇到都不容易，我这我淘腾来淘腾去，你知道我淘腾这一点毛病没有。买好货你别差这点钱，遇到这是孤品。孤品不敢说啊。我敢说。这边上咱这个蓝料彩的少。对呀，这个就是你看啊，就它的器型和这器型不一样，但是它俩是一家货。我知道。没有，你再上别人家你再找去吧，全国可能你都找不着第二个。其实这个时候是那个光粉不分的那个时候，你看吧，这个花还有点光彩的。你看你太明白了，那你真是行家了。你要不我敢给你还价吗？要不谁敢一口给你还这么些？你说实在价钱，其实我相中了，你要不你把我吓跑了一般吧。我不能给你，哎妈呀，哎这上不是你这成本货的，就这点钱还能给你吓跑？不是我说你，我说你能同意吗？我说3800，你不同意？我不同意啊，2500。2500啊，那我也没有利润，因为我淘来的不容易，你知道我这人吃马背的，到手就2000大多了，太能增值了。太高了，我要不着了家。今年买卖多难干，今年都往下落，哪有往上涨的？你再说个精品现在还是往上涨，你要说落，说是土品，但是你就这个东西看不着，面子你绝对看不着。你卖1万块钱不成问题的，兄弟。好货你不容易。卖了吗？标吧，你别看100，我再给你让了。卖了吗？
不容易，你碰到货，妈呀！我跟你说，我们这老闲的挺多。我这搁这儿妈也不好。我刚弟，你看吧，我这刚来刚搁黑龙江过来的。我来从黑龙江来的。你听我的口音，你能是。黑龙江的茶壶没有啊？人家保存到现在啊，这也是贵族人家用的，这可绝对不是老百姓人家用，人也是拿这东西当个玩意儿，特别爱护，你知道吗？这是雍正的。雍正文采是老厉害了，还有这种蓝彩，说不容易。你不用再看了，我买的时候我也很认真。老师，我给你。3000块钱其实是你的底线。你再给我加50。别闹了，姐，咱都说好了。我都是卖了，我都心疼，我就是整不来了。我知道，我知道。没事，我真的是有点真舍不得。他们喜欢啥就来啊！我总看你，不可能，没想到能在这能见。是吧？不是，你那不是浪有那个头有心，你这是实战派，设立的也什么都玩，有幸。好了，拜拜。拜拜。缘分啊！缘分。整个它一个摊儿里，为什么那老姐姐不舍得卖呢？最好的一只，好在哪里呢？那我一说啊，大家就看明白了。第一，花口看见了吗？它这个边儿啊是呈花瓣状的，有规律的花瓣状的。那个花口呢就比圆的做起来要难，要单独的修口，是不是啊？这是其一。其二呢，边上这个蓝啊，很多人以为是青花，其实不是，它是料彩。那料彩呢是珐琅彩的一种，更加名贵。边上这一群花饰呢，你看嘛，都是矾红描金。那么这呢又有一层的开通连瓣纹啊，然后这边是眉纹，又用描金描的啊。整个盘心的内部呢，又用了各种的釉彩，好的东西的釉彩啊，给你感觉这个色阶特别的舒服的同时啊。它不会给你那种刺眼的感觉，它是一种宝光的内敛，而且呢，你看特别这种绿彩是通透的啊，带有莹润性的，而且啊，我不说大家都明白了。那么只有乾隆盛世才能做出这么好的精品。所谓康乾盛世之作是最富有、最鼎盛的时候，所以他做的东西都是富丽堂皇的。咱再翻过来看啊，为什么说是盛世之作？讲究啊，底部这个黄并不是火石红，很多人会以为火石红。是那个时代啊，它上了一些护胎釉啊，就这么讲究啊，把胎再护起来，这样比如说烧制出来沾沙都少啊，更加的干净利落。那边上呢是芒口啊，上边又进行了啊这个描的酱釉啊和涂的金水，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个摆到家里，就跟大姐说，这不是一般人的东西啊，一品富贵，和美美。乾隆彩绘牡丹纹花口剑折腰。还有就是说，我们如何去购买古董，如何去砍价？你像这个盘子的话，要18000，我给2000左右，就等于一刀砍出血来了，都砍到脚脖子了。为什么我敢去？那么我们讲价，其实说你心里得有个数啊，它到底价值多少？因为它实际价值的话，就是说你心里有个把握的时候，你去砍价呢才能砍得下来啊。所以说呢，啊，这个讲价是有技巧的，这个技巧是在你认知范围之内的，你知道它实际价值，应该这个能买到，那个人家他觉得，哎呦，这哥们儿行家呀，出的那价呢，还能给他有点利润，那这个怎么去掌握呢？还是说我们多多的逛，多多的看。多多的看小哥的视频，慢慢的就知道，哎，这个类型的大概多少钱，那么我们心里就有数了，不能乱砍啊，每一个你都砍到脚脖子，这样容易挨揍，知道吗？老板是吧？老板所谓的市场，您是一市场，我没有在那个资金上一块看你。哎呦，这个对的话，那就对的。你这说呢也怕您接受不了，接受了，没问题。你说像这一件，花口啊，花愣的这一个，咱从这个款式上去说的话，大明宣德年制，这个写的主力度就非常欠缺一些。有很多时候呢，比如说到了清民国，它会去改明早期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它这个笔呢，既不符合晚清民国时期的特征，又不符合这个宣德时期的特征，而且呢，青花呢比较飘，
对这一个希望很遗憾，就是有的时候鉴定很残酷，有很多时候就拒绝了，看不了，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咱在这边来说看不了，让人家笑话。对，所以这是真的很遗憾，我也非常希望这能够翻译。不知道宣传好的情况，有人说马上就跟小孩屁股但这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看见也是甚至有的时候很多都骂我们道理不懂啊，没办法，这个是英语和王阳时间去年陆泽老师，原来导演还是一点都不理解。